特朗普一回来了，科研经费被砍了80%，然后我们整个组就直接没了，为奴12载从美国跑出来，他要被崩了的话，说不定是另外一回事儿。我不是说我站高势扫描，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个方式，你可以洗一波这里就是混的人，把这帮人给洗掉之后，那我也很开心。我就不想996啊，我就受不了那个卷啊。美国也卷，但是没有国内的卷。在美国，它就有一个日企的一个选考活动，我就是拿到了几份那个面试机会。JLPT 这玩意儿其实跟那个废纸差不多。Ricky 骨子里的那股随性和底气让我印象深刻。如果一夜之间你要被迫离开生活了10几年的国家，该何去何从？初中赴美的 Ricky 几个月前因实验室经费骤断，便遭遇了这场突如其来的身份危机。没有自怨自艾，他靠着自学拿下的日语 N1，迅速从美国来到日本，成为一名程序员。他坦言并不完全认同日本社会，但这是现阶段的最优解。移居日本仅仅1个月，从不得不离开到重建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Ricky 在美国与日本的故事。欢迎 Ricky 来到我们这次的录制现场啊！好 ，Ricky 是可能节目开播以来在日本时间最短的一位嘉宾。现在登陆了还可能1个月还没到，对不对？年初我从美国跑出来，然后再回趟中国，快1个月，快1个月，将近1个月了。什么时候去的美国？13年吧，13年高中，先去读高中，高1开始吧，然后4年高中，4年大学，然后研究生，然后再做了1年的实习吧，在研究所里边。我当时在本科的时候学的数据科学，然后我到那个研究生的时候学的是生信，就是生物加上 CS 这样子的一个跨行业的一个专业，还是偏 IT coding 对，然后政治原因被搞了，然后就跑出来了。具体是研究所，它是美国政府赞助的，就 NIH。我在那个地方干活的时候，那个组本来好好的，结果特朗普一回来了，然后就带着他的好朋友，当时的好朋友马斯克，然后我们组就被优化了，因为当时那个科研经费被砍了80%左右吧，然后我们整个组就直接没了，混不下去了，我也转不了正了。考虑了一下，美国找不到新工作，就回来吧，回个亚洲吧，至少。但没有想过去别的说英语的地方吗？没有，我觉得待得够久了，要不然换个环境也可以。主要还是想回亚洲吧，离家里近点嘛，是吧？你在美国实际上待了10年，肯定得有了。12年，12载，为奴12载。但你有去试着找别的工作吗？还是你就觉得我是找过别的工作呀？就是我去年9月份的时候，其实收到过一个中面的，我当时想过，这中面要是过了，我就留，不过我就跑，因为我12年身份都是有留学生身份。就是 F1 的签 ，F1 签，F1 签，然后后边工作了就是 OPT 嘛，就找不到新工作没法去了。就是找工作那么难？我没身份啊，一堆公司又不想去研究那些东西，除非是大厂，就是对这种轻车熟路的，而且你还没有人脉没有关系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很多美国公司它其实上是不愿意去招没身份的外国人。就是再去给你办工签、抽签。对，因为现在你美国本土人都很难找到工作，一个工作可能刚开始一个岗位刚 open 没多久，然后就4位数、5位数的简历直接给你塞过来了。我要是跟一个同等级的美国人比，那肯定是优先录美国人啊，是吧？先用本土人嘛，是吧？就这样子。我也没有打算说什么要强行留下来的理由，我觉得走了也差不多。也没什么问题。你知道实验室那个经费被砍了，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契机知道的？我当时晚上看新闻嘛，突然一下子说什么特朗普要砍经费，这玩意都已经上新闻上电视了，然后我当时一下子就觉得不太对劲儿。我第2天，我同事都跟我在聊这些，然后组长也在说，先等上面通知，后边就是才来的正式通知，就是通知我们这种事情发生了。那从你在电视上看到新闻到他实际收到那个文件，中间相隔了多久？1周，这么快？对，咱们是跟美国政府相关联的呀，上面人就是肯定跟美国政府直接有联系的呀，他就拿政府资金去搞科研的。他没有说100%全砍啊，就有没有侥幸心理说，哎，我会不会是那10%、20%不被砍的那个？我从来没有，我不会有这种想法，因为我觉得我从来不觉得我是幸运的人。比如说情况 A 发生了，那就去面对情况 A， 做好这相关准备；情况 B 发生了，那要去做好相关准备。去面对这个事情。看完新闻到拿到正式通知的那1周的时间，你生活还是正常吗？还是每天都会去想那个事情？我以后该怎么办？我以后该怎么办？我当时想的就是，反正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那就找新下家，找工作，然后所里到散伙的日子之前，就还是该干啥就干啥，
生活按部就班，只是多了一个找下家找工作。我不知道其他人啊，但是我们组肯定是散伙了，没钱了，所有人各奔东西。老板我不知道，老板可能被收编了吧，因为他没说他自己的情况，但是组员其他的都是说要去找下家了。跟现在组里的那些小伙伴，他们现在还在美国吗？那帮老美基本上应该还在美国吧，因为他们都是有身份的呀，他们都是美国人啊，就是除了你以外都是，对，就是没有身份问题。对啊，就我一个不是美国人，其他人都是美国人。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失业而已，对你来说就是必须离开这个国家。你有没有跟身边那些美国人有没有聊过这个问题？我们相处这么久，这么好一个人，因为签证或者身份的问题要离开这个国家？我就最多跟他们打个招呼，说我要离开了，我要离开美国了。因为那个身份问题，我就跟他们只是说个再见，不是永别。毕竟我肯定是还会能回美国玩的，所以说也没有就特别那种什么事情发生吧。这样，在一个国家待了12年啊，你走的时候是有点不舍呢，还是愤怒呢，还是 whatever 无所谓那种？我要说我没有不舍的心情，那肯定是假的。毕竟你住了12年嘛，是吧？多多少少有种感情，因为你那边也有朋友，也有熟悉的各种地方，就反正有各种回忆嘛，是吧？但是你又不得不走。其实讲道理，就是你要是走了之后，不是代表你不能回来，你还是能回来再玩玩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一半一半吧，就是有不舍，但不是特别多。有愤怒的情感在里面吗？没有，完全没有愤怒。没有啊，我就看得很开啊，算不上愤怒吧，就可能埋怨吧。毕竟是不是时间不好嘛，挨了个这么个特朗普回来，把人搞了嘛，那肯定当时肯定是心里真不爽，但我又没办法做什么。你潜台词可能就会觉得是，如果去年改选的时候，他要被崩了的话，说不定就是另外一回事儿。或者说民主党继续执政，你也不会有这个问题啊。对，说不定，因为你也不知道他那边来了之后会走什么样子。在美国，他就有一个日企的一个选考的一个活动在波士顿每年11月，然后洛杉矶4月份也有，就是为在海外留学日本人专门设置的一个求职的一个活动吧。快毕业的学生嘛，都可以去报名嘛。然后我正好也是。就算是一个第2星组吧，因为我在实习过1年了，已经毕业1年多，实习过1年了，所以说算是个 KISO 资，但是我也可以去报，有些公司也可以让我报，我就是拿到了几份那个面试机会啊。它实际上是专门为海外日本人设置的，对，但是他并没有排斥你，没有排斥日本人，没有排斥非日本人，就是你要是会日语的，你也可以去试试啊。我就在美国那个主会场的时候，我也勾搭到几个老美啊，就是也是日语能力特别好的，然后就是学历也很好的那种。美国人日语特别溜，然后也去那边拿到了几份好的工作机会，这样子。中国人当然也有，我公司是 Meka，就是制造业，不算小公司，然后我是在里边就是当开发职吧 ，coding，对，应该是就不知道还做什么，因为现在还没有决定到哪个 team。日语怎么解决的呢？我自学的，我从高中开始自学的。是因为喜欢日本的文化，或者我就天天看动画片，然后听歌。没事就看个演唱会，就这么琢磨的，先把这底子给打起来了。然后我个人的话是在美国的一些漫展，我就有点关系嘛。然后我做过一些翻译类的一些志愿活动吧，就是给日本人当那种随行的一个助手吧，照顾日本人嘉宾在那个漫展这个城市漫展的这个起居和这个工作联络之类的，照顾他们3天4天吧，就干过几次。纯靠自学？我靠自学就能接待日本人？你得认识人啊，就我认识人是做这方面的，然后他就知道我有这个能力，然后就推荐我过来试试看，然后我就做了几次。那当初找工作的时候，跟日本公司面试也是用日语还是英语？纯日语。日语等级考过吗？就 JLPT 那玩意儿考完了。对啊，这玩意儿其实跟那个废纸差不多，但是我还是先考完了。什么等级啊 ？C1吧。实际上很多人在这边很久，他其实上日语还是不过关的啊，因为整体公司给的 offer 比较好，所以说这个虽然日本有那么多的让你觉得很想吐槽的地方，所以说就来了。对，而且相对来说我也是相对熟悉的一个地方，以前经常来干嘛？旅游玩看演唱会。多高频啊？1年10次左右，没有10次，不好意思，可能是5、6次吧，5、6次。那也挺多的，那也挺多的，对。现实生活中的专属外挂，星域生活，你的万能帮手。对日本的文化，包括国家的喜爱程度，我不敢说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吧。
这个那有点矛盾啊，你不是特别喜欢你每年来7、8次、5、6次的？对我喜欢看的东西和我对这个国家态度，这两个是分开来的。就这里的一些当地的一些东西啊，我是不是特别喜欢的？你走到哪里都没有垃圾桶，我出门现在都得带个塑料袋，有垃圾了我得带回家再说。垃圾就是定时收，还分几天收各种不同的东西。要是错过一次，那我家里垃圾得堆上天儿。然后还有的话，我想想看啊，租房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可能现在不是问题，因为公司帮我安排好了。就是我还挺感谢公司的，但是可能如果是没有这个方面的帮助的话，我来这里租房那是很困难的，房子不太好租，对外国人来说的话。其他的话就 IT 程度吧，我不能说旧石器时代吧，至少是中世纪文艺复兴吧。就比如说你打开个 APP， 对，动不动它就给你跳到沙发里，跳到那个网页浏览器上面去了，这个已经还说它好的了。它主要是有些 UI 就很过时，就完全没有用户体验。或者说他们可能不 care 这件事情，对，然后可能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几年前的东西了，然后就不更新了，然后就这么一直用着。还有什么？我想想看，啊，对，现金，现在是应该好一点了。以前来日本的时候，天天就是得看包里有多少现金够不够，不够了还得去取。现在也不能说你完全不用现金，但是包里边还是得带那么一扎，就有时候就比较感觉面倒くさい吧。日本的这个税收了解过吗？你第一年可能还没涉及到。我听说过有个赠与税这个东西，比如说家里突然给你一大笔钱，然后可能这个地方就有一定概率说，哎呀，你这钱跟你这收入不符啊，你是怎么回事？老实交代。然后你就说，哎，这是家里给我打的钱啊。然后那个可能就是这边查税的人就说一句啊，不好意思，我要收个这个赠与税。从我日本朋友那边听来的，他跟我说这个赠与税最大可以到50%这样子。对，这个是这真的正确的啊，这真的。而且可能夫妻之间赠与也要收。牛逼！现在让我又有点怀疑说，美国现在它究竟是需要什么样的人，连你都找不到工作。现在的话，老美那边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要是个什么 mid level 或 senior level 这种工作经验很丰富的人，你是有机会的。或者你再怎么说，你得有个 PhD 吧，你得有个博士学位吧，这种人是有机会的。但是现在 new grad Z 世代的人，很难，我觉得我应该是在美国竞争赢不下来，而且我也没有 PY 关系，我也没有什么人脉，基本上都是靠投，就找不到了。来日本投日本的公司选考，基本上你要是投了，你好好写那个志愿动机，然后你把这 ES 表写好，然后你把履历书给做好，好好参加说明会，能有面试的基本上都去试一轮。那肯定是有机会的，因为这个地方的话，你至少能被捞得起来。在美国，我基本上就捞不到。所以说，你会觉得说，相比较美国，它反而更公平，尤其是对待外国人上面来说。对，所以说我觉得可以在这儿拼一枪。美国可能有点冷酷无情，你在那里待了10几年，找不到工作马上滚蛋。日本会不会感觉这里的这个至少移民或者签证的政策，反而还更有温度一点？不好妄下结论吧，因为他这里在收紧了嘛，他在学美国。我感觉我看得出他现在在各种方面都选美国，不论是你把这个什么永住的那个报名费从1万拉到30万日元，然后这个签证政策给缩紧，甚至那个什么考驾照也是严格化，各种他这些措施，他其实也在证明他这个地方也在慢慢收紧，不是在特别对外国人开放。我觉得对我来说和美国比的话，那这里算相对温柔的地方了。媒体一直报的那个 ICE 就 Immigration Office ICE， 你周边有实际碰到过，或者你有朋友碰到过这种经历吗？之前我们那个公寓楼房东给我介绍的维修工，他后边有一段时间很长时间没来，是来别人，我就问房东出什么事儿了，他又说身份处理的问题，现在暂时来不了，我不好说那个人发生了什么。它有整体导致你们的生活成本上涨吗？我感觉其实没有被多少驱逐，因为那边干活一帮人还在那边干活呢，他抓不完的那些人。他真正我觉得要成本影响到的话，他们应该不算是最多的。毛子那边打架，然后包括现在又在中东搞事情，跟这个方面比较多。我觉得他很多这个东西上涨是跟他政府决策有关系的。他这个移民驱逐了，虽然是算是一种这个举动，但是影响不是特别多，所以他这玩意儿就是个，我觉得就是相当于一个表演吧。很多时候是拉选票为主，然后上台了以后要表演一下。对，表演一下。真的想治这东西，他治不完的，而且美国现在离不开这帮人。现在日本其实上也有同样的人在说这些事情，就高市上台前他就是拉选票，收紧了很多这个。就日本这么缺人，你怎么还能赶人走呢？也有作秀的，我感觉。但是我其实觉得吧，我不是说我站高市早苗，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个方式，你可以洗一波这里就是混的人，总有一些人嘛，是吧？就让留在这边的人过得越来越难。
我觉得反而你把这帮人给洗掉之后，那我也很开心。正常在这里工作、生活、学习的人都会感觉开心，只能到时候看一步走一步了，是吧？就跟我在美国也一样。比如说你在这里待了5年6年了，美国有个特别好的机会，你还会想回去吗？这个还是得看到时候发展怎么样，然后再根据那个时候的情况再去做判断。我现在也不好说5年后会是什么样子。你看，你就比如说你之前我在美国待着好好的，然后突然一下子毛子打架，然后又突然一下子什么新冠来了啊，现在就反正中东就打起来了嘛。我要是还在那边待着，那我生活肯定就是花的钱更多，我觉得更难受。我没法猜之后到底发生什么，世界每天发生的变化咱们都不清楚，一下子大一下子小这样子。就你想想看，你扔个石头进水里边，那水肯定会泛起波澜，都会往四周扩散。所以说肯定是影响到我了的，说5年后再说吧。如果说想回亚洲，其实想选择没有特别多，最大的一个因素导致你觉得不想回国工作是什么？我就不想996啊，我就受不了那个卷啊。美国不卷吗？美国也卷，但是没有国内的卷。现在有在国内的朋友吗？有啊，我之前比较好铁哥们儿的2个室友，也读研究生的时候室友 ，IT 工程师，对，后的，他们反正就是在国内跟我说，我在美国活得跟神仙一样。他们俩在国内工作比较苦逼，现在每天打卡一个，上班了，然后下班的时候再打个卡。我看一下时间，不对啊，你这是晚上11点、12点才下班，你这是正常人下班时间吗？然后早上上班时间，也可能就是8、9点钟这样子。周末还有加班，我就问他你敢不敢要加班费？他说不敢，怎么可能敢要加班费？目前在日本的整个加班的文化，因为我现在就才刚进公司，我连自己所属的 team 我都不知道呢，还得看那到时候上司怎么样呢。但至少按照我们公司的这个规制来说，就是你加班了就会好好给你加班费。我感觉就是能不让你加班就不让你加班这个心态。我其实之前就是在那个公司里边多待了一会儿时间，就是我现在研修的这个担当的一个上边人，一个前辈吧，他就说你还在公司干什么？赶紧走了，不然还要多付你那个加班钱。其实我也顺口问过他嘛，你自己有加过班吗？他说加过，但是他说这前提是你是工作没做完，你才得加个班，不是你无缘无故你就得加班，或者你要赶进度什么你加个班，忙的时候你加个班，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你给到位，我也可以接受的。我不能接受那种无休止加班。然后我回国的时候，我爸就跟我说：“你吃不了苦，就是典型的一套嘛，是吧？你吃不了苦。”上辈人我其实觉得有这种观念很正常，就是吃苦耐劳嘛。我不是不赞同这4个字儿。但是我不想吃那种没有意义的苦，我也是时代造就的这个问题。他们长大的年代，和我们现在长大的年代所处的环境这些都不一样。最后一个问题啊，鉴于你才搬来日本1个月还没到，我们现在总体我们来打一个分，我们满分10分吧。美国几分？日本几分？美国你找到了工作，那就是8分吧。找不到工作的话，我就给个3分4分吧，主要是真的是生活成本太大了，没有收入的话，然后也没身份的话。日本的话才连2周，我目前我想想看，我肯定是能够也是能给个8分吧，主要是有工作。那我们就感谢今天的录制了。我们上一期的嘉宾露露没有身份问题的困扰，单纯为了追求学术，从澳洲搬到日本攻读东大的博士。在日本居住刚满半年的他，又对日本社会和生活有着什么样的看法？我们接着看东大博士生露露的故事。